看，正好是一碗凤凰素米羹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火焰君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什么菜呢？我们做的汤羹呢，平时还真不多。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多一些汤羹的菜。今天我们这道汤羹呢是暴露年龄的汤羹啊，凤凰素米羹。为什么叫暴露年龄的一道汤羹呢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，如果你要是喜欢吃粤菜，你要是去所谓的北京的三刀一府啊，比如说香港美食城啊、明珠海鲜啊，肯定菜单上就有一道凤凰素米羹。后来又演变成鱼肚素米羹啊、鸡茸素米羹啊，很多啊。现在呢，很多餐厅呢都没有这道菜了。那我昨天去菜市场，正好看见还有卖这个素米羹的，所以我突然一想，那我们来做一道这个稍微有点回忆的菜啊。食材就非常简单啊，就是这种罐装的，它就叫素米羹，然后还有鸡蛋。所谓的凤凰其实就是鸡蛋。这回呢，我们买的这个素米羹呢，这个包装先进了啊，这有一个拉环，这个拉环一开啊就可以了。这个素米羹呢就是这种状态啊。我们一般当时在酒楼里边呢卖一个立牌，就是卖一份呢就给半罐就可以了。原来的呢就是不是这种一拉就可以开的啊，就是这个盖呢全都是封得特别紧的啊，没有这种拉环，所以说它开呢非常不好开。当时酒楼呢买了一个就是专用的，可能是西餐专用的那种开关器，所谓的那个开关器大概这么长，往那个案子上夸一支，然后开的时候它有个尖的头。一怼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它一转，这个盖就开了。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开关器还真好用。后来一问师傅，师傅说这一个开关器800多，当时我都晕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挣100多块钱，你想这一个开关器就800多，我说这买它干嘛呀？拿刀不就行了吗？咔咔咔。其实后来那个开关器，我觉得质量也一般啊。虽然说800多，或者说是我们每天开的太多了。860一个开关器，后来用了没半年就坏了，坏了后来也不买了，我们就拿那个刀直接开，但是太危险了，中间打一个十字，废刀不说，关键真是太危险了。打完十字以后，就这个铝的盖一开开，全都是尖的，然后扔到垃圾桶，万一要是有捡垃圾的拿手一，真是太危险了。所以说现在啊，这都是高科技了啊，科技为人类服务，你看这个。多么方便！但是科技再怎么先进，我们烹饪它也代替不了。所以说，预制菜吃过没有？方便省事儿又快捷，但是可能味道我觉得是不是差一点？沈老师，你说是不是差一点？我觉得你吃过预制菜没有？吃过。现在这个预制菜呢是大家都在做的一个项目啊。我个人觉得，啊，可以做好。这个素米羹呢，原则上是这样啊，大家记着，就只要是罐头食品，基本上开盖都是可以直接食用的。这个也一样。其实原来做厨师那个时候，这一份素米羹卖28块钱，我觉得真的非常贵啊。90年代初，28一个汤羹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偷偷的尝一尝啊。这个其实是甜口的，但是我们要做的素米羹呢是要放盐的，甜咸配，就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。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，可以在家试一试啊，这个非常好喝，然后再加点胡椒粉，很微妙。希望大家做一个也试一试啊。至于做法呢，就是非常简单啊。我师傅呢，当时曾经跟我说过一个，说你要是教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厨房的，想要学做菜的人，做什么菜，第一道菜你就教他做一个凤凰素米羹，绝对一学就会啊。然后鸡蛋我们要给它打出来，所谓的凤凰就是这个鸡蛋，只需要把这个鸡蛋打散。基本上这样就可以给它放在一边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用半罐啊，半罐大概就是这种状态，比较稀稠。半罐的量基本上家里要是3、4个人就够了。如果要是人数再多一点的话，就用一整罐。因为我们要做的汤羹嘛，所以说还要加水进去，或者是加鸡汤啊，或者是加什么。我们今天就拿这么大的一个碗就够了啊。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啊，就是有时候做汤羹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拿这个碗盛，我要加多少水呢？如果要是没有谱的话，我们真的就可以先把这个碗里边接满了水，然后再倒到锅里边，然后做这个羹出来，正好就是这一碗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烹饪。现在我们开火啊，这一步我们也不用把炒锅烧热了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
粟米羹倒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水也一起倒进来，涮一涮啊，真的是非常简单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粟米羹呢，是最基础的一个粟米羹啊。后来发展成鸡蓉粟米羹啊、鱼肚粟米羹啊。鸡蓉粟米羹呢，大家就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基础上，然后拿鸡胸肉给它剁成蓉放进里面。然后鱼肚粟米羹呢，就自然是把鱼肚切成小粒放在里面，异曲同工啊。会了这个，基本上所有的粟米羹大家就全都会了。来，我们现在等它烧开。好，我们尝一下它这个味道，然后我们再调味儿。实践证明啊，这个牌子的这个粟米羹，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个粟米羹，还真没有我们原来那个时候的味道足啊。现在我们关小火，把浮沫去掉。这个时候我们调味啊，我们放半勺盐，放1/5勺的味精，调和一下。我们再尝一下味道。这个味道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我们说粟米羹不是汤，所以我们要勾芡啊。我们刚才用生粉加上水。胡老师，来，生粉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生粉是土豆淀粉啊，还有一种是那个玉米淀粉。相对来说呢，我们生粉呢就是土豆淀粉，比玉米淀粉的劲儿稍微大一点。我们勾芡不要一次给它勾满，勾芡的时候把火开小一点，调和一下。然后我们第二次，我们这个汤羹呢勾芡呢勾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，现在虽然说有一点稠密啊，但是我们对羹的要求，这样还是有一点点稀。我们第三次再勾一点芡。好，芡放入之后，火稍微的开大一点点。好，基本上这种状态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关小火，放入我们的凤凰啊，凤凰就让它成一道线，撒入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静置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我们把它打一下。OK， 我们这个粟米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 OK 了。最后出锅之前，我们还要撒入胡椒粉。胡椒粉大概是因人而异啊。来，关火，出锅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看，正好是一碗凤凰粟米羹成功。今天我们那个凤凰粟米羹做好了，确实有点太烫了，我放下说不用撒葱花、香菜之类的啊。倒是为了美观漂亮呢，可以放1、2个泡好的枸杞子，红的非常漂亮。你学会了吗？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就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拜拜。